Hello，大家好，这里是小布尔。最近不管我做什么花式斗蛐蛐，或者是介绍武器装备的视频呢，这个评论区都有人说我的视频无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试着换着一个游戏来给大家看看。然后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射击游戏，叫做风起云涌越南。但是呢，它的玩家活跃度还挺高的。就算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国服啊，每天晚上还得排队才能加入。玩家社区呢也比较活跃，他们整了好多修改这个游戏玩法的模组，就像现在屏幕左上角显示的这个 Predator 一样。服务器启动了这个模组。Predator 这词呢，在英语里是捕食者的意思，但有一个著名的电影形象呢，也叫 Predator， 翻译过来就是这个铁血战士。他们拥有很先进的科技。各种远程武器也不少，但为了展现自己的勇气呢，他们就更倾向于使用光学迷彩去接近敌人，然后使用近战武器干掉他们。而这个模式的玩法呢，也就和电影中的这一角色很相似。所有扮演北方军队的玩家呢，他们在游戏中的模型都是不可见的，并且只能使用镐子作为唯一的武器，只有在受伤或者是攻击的时候才会短暂的现形一下。这有点像小时候玩的穿越火线的幽灵模式，但那个模式玩家只要动作稍微大一点，还是有一点点显形的，而这个就是完全的隐形，你甚至连队友在哪都看不到，所以还有一定概率会发生这个 TK 的现象。拉胯了。那有的人看到这里肯定就要好奇了，我就不信这个使用热兵器的一方还打不赢这些只能靠冷兵器的一方。所以在正式的一局开始之后呢，我扮演的就是人类，然后我们使用的呢就是这些现代化的这个自动步枪。我装备的这个是 M16， 因为没有抢到那个 M60。既然对方是只有在攻击或者是受伤的时候会这个现形，那他这个镐子攻击我的话，一镐子我就没了，所以等着他攻击我再反击就没有机会，所以我只能搁这盲射。但这个乱射的一个劣势啊，就是你有可能会把队友给打死，这就很像电影中的人类在被铁血战士猎杀时候的表现，就非常的惊慌啊，毕竟对手是隐形的看不见的，所以他们只能抱着枪搁那乱射。我个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人类阵营还是应该抱团一起行动。当有一个这个捕食者突然将你的队友敲掉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他，然后赶紧补枪把他干掉，这样还能做到这个极限1换1。如果所有的人类都分散行动的话，就会被这些隐身的捕食者逐个的给敲掉。然后像那种很多电影里啊，人类阵营在这种时候往往就会很憨，不停的一个一个的送，像葫芦娃救爷爷一样，一直到被灭到只剩下最后1、2个人的时候，才突然这个智商上线，使用场景中的一些东西去和这个铁血战士对抗。在这儿我们玩家就很聪明的知道一起行动，但因为被这个隐身的敌人包围的时候场面太过混乱，所以我被这个队友一枪给干掉了。然后就是这早期的 M16 呢，它使用的是20发的弹匣，并且因为它本身射速很快呢，这个火力持续性就不行。既然我们面对的是这个隐身的敌人，所以我们就要不停的发射这个弹药来对付他们。在这儿我就捡了一个阵亡的机枪手的 M60， 在走到这个房子前面，看到有一些队友东倒西歪躺在那儿的时候，我就迅速乱射，结果就真的中奖，干掉了2个这个铁血战士。但此时呢，我的背后响起了越南语。到后面我又换了个兵种，它使用的是这个黄油枪。这个枪使用的应该是30发的弹匣，并且射速也比较慢，就导致它的这个火力持续性应该是比 M16 要好一点的。最主要的是它打的这个.45大花生粒啊，它的穿透性不强，不容易把这个队友给穿死。在这种使用场景下，我觉得它在各方面都要比 M16 好很多。在这里我用了一个经典的技巧，就是在往前跳的同时180度转身，这个想攻击我的敌人呢正好现了形，就被我给干掉了。这一招在奇坎之类的游戏里也是屡试不爽。
走到这个屋子前面呢，我突然想起来我有扩建雷，所以就对他放了一发，可惜没有炸到任何人，毕竟玩家都不傻，他看见你搁那儿插雷他就跑了。我记得州长演的那部铁血战士里也有使用这个扩建对付铁血战士的剧情，但是有没有成功我给忘记了。最后又是一局，我扮演的是土奥的小队长，我提前溜进了一个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小碉堡里，想着在这儿不停的让队友复活，使用这个机枪压制唯一的入口，就不会被他们给干掉了吧。结果在火力中断的一瞬间，还是有人溜进来把我们全部都给敲掉了。其实比起需要不停的赚经验和金币的那些网游，我真的更喜欢这种单纯的多人游戏，每一个玩家都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游戏的过程中去，而不需要去思考我还差多少经验或者是金币才能解锁下一个装备。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网游为了延长玩家们游戏时间的一种策略，但若是一个游戏真的很好玩的话，你何必去花各种功夫来延长玩家们的游戏时间呢？比起游戏，做视频似乎也是如此。我选择的题材都很小众，而且声音也不好听，但每期视频几乎都还有着1-2万播放来保底。这些观众大概就和小众游戏的玩家一样，是因为真正喜欢才没有离开吧。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各位长久以来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你跟我玩阴的啊！哎。